大家好，今天阿泰呢是来到了贵州织金县的银上古寨，这是一个拥有着100多年的古村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村落呢建在3面绝壁、1面靠山的巨石之上，鸟语花香，风景如画，宛如人间仙境、世外桃源。银上古寨呀，又被称为象背上的村落。我们从远处看去啊，就宛如一头大象。这个村落呢，正好建在这个大象的背上，所以呀，又被称为象背上的古村落，非常的奇特。更为奇特的是啊，这个村落的下方啊，有一个山洞，这个山洞中呢，竟然还居住有一户人家，更加的增添了这个古寨的神秘感。现在呢，我来到了这个古村落的下方，那一户洞中人家呀，好像就是住在这个位置啊。我们上去探访一下。我们走到这里呢，就已经感受到了这个古朴的味道，包括这个路面呢，都是用青石板来铺的。这个位置有小道上去呢，就到达了这一户洞中人家。这边呢，垒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石墙，包括这个洞口呢，也是垒了特别高的一个石墙哈。为什么要垒这样的石墙呢？咱们上去呢，问一下主人家哈。哇，走到这里呢，仿佛就是进入了这个时空的隧道那种感觉哈，全部都是这样的石头，非常的漂亮。我们进去看一看啊。走到这儿，这个门呢，它就是一个拱门，这个当初是如何建造的？严丝合缝的。有人在家没有？有。哦。有啊。哎，你们是住这儿的呀？哇，这里面好凉快啊，在这里面呢。喝杯茶哈。可以，谢谢。哎，谢谢。确实有点热，这两天。这我的凳子你随便坐哈。外边啊？好的。这里面真的好凉快哦。你们这里面是在整吃的了些吗？啊。那现在有吃的没呢？有。整点吃哦，我都有点肚子饿了。你一个人呢？我一个人。一个人要咋吃？你有啥子就整啥子。我给炒个菜吃吗？我那时候直接炒菜吃。炒菜的，炒菜吃。我现在已经在洞里面了，你们看看这里，像不像一个世外桃源？肚子有点饿了哈，让这个主人家大姐呢，先给我弄点吃的，吃了呢，再带你们好好的了解一下这里边。老板娘把这个蒸饭呢都给我抬过来了，就生怕我吃不饱，看着我个子大。现在呢，已经把饭吃了。我们看到这个洞口这儿了，蓝天白云啊，非常的漂亮。这边呢漆有一面墙，看吧。然后，这个房子呢，就是建在这个正中间啊，这个穿洞的一个下方。那么房子上面呢，大家看看啊，盖的还是茅草啊，下边呢是这个木质结构的这个房子啊。一看呢，咱们就知道这个特别的古老了，应该是很多年了。这个地板上呢，大家可以看到都是镶嵌的这种石板啊，每个地方呢都是看到非常古朴的这种感觉。你像这个地方呢，好像还有一个溶洞进去啊，不知道能进去多远哈，我稍微走2步看一看。哇，这里边呢放有一些他们自己的一些农具，好像还挺多的一些杂物的啊，应该进去不远，可能就是这么一个小空间啊。主人家呢堆放一些杂物什么的。
这儿呢还有一个水池，这个水池呢就像是一个浑然天成的那种感觉，有养一些金鱼在这里边，大家看看，这个水不知道是这个地方就有水出来呢，还是主人家把这个外面的水接到这里面的，咱也不知道，待会儿问问。我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地方居住真的是冬暖夏凉，因为我刚到这里呢，就是一股凉风袭来，可以看得到啊，两边呢都是有亮光的啊，都是可以穿过的。这个房子呢，正好是建在这个穿洞的中央下边的一个位置，而且位置选的非常精准，正好在这个中间，非常非常漂亮。像这边呢，还有一个小穿洞。对吧？这儿还有一个小穿洞呢，是可以看得出去的。大姐，你们在这里住了多少年了呀？住了多少年？啊，好像是100多年了。100多年了。不太肯定，他们说我不太记得住。你也不太记得住？啊，你来的话都有10多年了。对。像他这边这个墙的话，他是为什么搞这么高的墙啊？你知道什么原因吗？以前好像是防土匪吧。防土匪。还有豺狼虎豹。哦，主要是两边修这个墙，就是防土匪，防这个豺狼虎豹的。就这边经常会有，以前会有很多的那种动物吗？哦，怪不得。那住在这里都100多年了，他们是好多代人了。那你是这里的这些情况，大概你都不知道了。不是很清楚，我说不清楚。反正就是这一片肯定是他们来的最早。他们姓什么呀？你姓什么呀？我姓杨。你老公他们呢？姓乌。姓乌，就是一个屋字一个包人的那个屋吗？这个姓很少啊。在我们这里不少。这里不少。刚刚呢，跟这个主人家大姐呢随便聊了几句哈，她对这个山洞的这个历史呢不是很清楚啊。这个主人家呢姓乌，她呢嫁到这里呢也才没有多长时间，可能她确实不清楚啊。奶奶好大年纪喽？76了。76了。看你身体好得很呢。你们这个寨子有好多年了呀？这是做了10多年了嘛。得多200年。哎，你晓得他们下边这个洞里面这家人在里面好久了呀？这家这家都背下不是在这个几辈人了。指甲还要比你们这上面长。他比我们家长。他们是姓乌了嘛？他家是姓乌啊。你说他家可能比自家来的更早。应该是有200-300年了哈。你们这上面都100-200年了，他下边可能真的是200-300年了。是啊。住在山洞里的这一户人家呢，确实是整个寨子以及这个周围呢最早的一户人家。来到这里呢，就是居住在山洞中。那么上面的这个古寨呢，已经是有100多年的历史了。那我们可以推测一下，这个山洞的历史呢，应该是超过200年。据这个大姐说呀，他们的祖先呢，也是从这个江西搬过来的，然后在纳雍待有一些时间，就直接到这个山洞了。也就是住在山洞里的这一户人家呢，他是独自一人来到这个地方开疆辟土。可能当时来的时候呢，这些地方非常的荒芜，那么所以呢，就在这个穿洞的两侧呢，建起了高高的一个围墙。第一呢，为了防土匪；第二一个呢，为了防野兽啊。因为这个整个周边呢都是原始森林啊，悬崖峭壁，所以在夜晚的时候呢，也会有野兽的这个光顾啊。如果说不筑这个墙的话，那大家看看它这个墙的话，实际上是筑的2层啊，不是单单的1层，是非常厚的。加起来有1米厚，所以你一般的土匪来也好，或者说猛兽来也好，你也是这个无法进去的。在这里待了一会儿啊，真的是太舒服了，有点不想离开的感觉哈。假如是你愿意待在这样的地方吗？
大家好，今天阿泰呢是来到了贵州织金县的银上古寨，这是一个拥有着100多年的古村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村落呢建在3面绝壁、一面靠山的巨石之上，鸟语花香，风景如画，宛如人间仙境、世外桃源。银上古寨呀，又被称为象背上的村落。我们从远处看去啊，就宛如一头大象。这个村落呢，正好建在这个大象的背上，所以呀，又被称为象背上的古村落，非常的奇特。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这个古寨的上边，带你们去寨子里面转一转啊。这个寨子啊，确实是挺漂亮的。你们看一下，它是建在巨石之上的。像这些房子，上边这个房子都是建在这个悬崖边上啊。我恐怕一般人呢都不太敢住。那么我们走在这个寨子里呢，全部是这样的石头镶嵌的一些小道啊，看着呢就知道是这种古村寨的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的漂亮啊，青砖呐，包括这些石头啊之类的。哇，这里有人在家，你看这边还有一口水井，有水管从这里接水出去啊。哦，这个井叫做月亮井，银上古建筑群。看一看这里还是省级的一个保护单位。吃饭没？吃饭了没有？吃了。吃了哈。啊。哎呦，你们这个房子凉快哦，一进来就凉快得很。哦，那奶奶好大年纪喽也76了。76了。啊。哎，看你身体好得很呢。啊。你们这个寨子有好多年了呀？这是4合院嘛。啊。哦，100多200年。就是你这个4合院都100多200年了。啊。哇，不得了。是人家又不是我们的，是我们都没这样。人家原来都大户人家的。地主家。哦，原来的大户人家。哎，都原来大户人。这个寨子里面，这家是来的最早的哈。嗯。就是你住的这个房子。嗯。给大家伙儿来看一看哈，这一栋呢，就是这个地方的地主之一刘家大院。它这儿呢是一个3合头的一个房子。下边那一栋呢，就是王家大院，也就是刚才那个奶奶住的那里。这个奶奶说呢，这个银上古寨这个巨石上的这个小寨子啊，以前住着2姓人家，姓刘姓王，而且2姓呢都是大地主啊。所以你们看看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世外桃源，对吧？地主都选择住在这里，而且呢，这个王姓的地主啊，他们的后人还在解放之后啊，在重庆市当市长。哎，你们可以去查一下有没有姓王的市长哈。重庆市近几十年来，那么我们从这个空中看的话，整个寨子呢，它是建在这个3面绝壁之上。啊，也就是一个巨大的石头，后面呢是靠山的。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山的一个背后，大家看看啊，这个地方呢就是朝门。我们可以这样看哈，它的这个山的后边呢也有筑起高墙，看一看，这边也是筑了非常高的一个高墙。这里呢是这个刘家大院，对吗？但是这一边呢也仍然筑有一个高墙。一直延伸过去，也就是它本身下面就是一个3面绝壁，但是这个寨子的背后呢，依然筑有墙，筑有这个门。所以在古代来说，这个寨子可以说是固若金汤哈。一般的这个土匪啊，你是来攻不进来的。那我们进入到这个寨子里面呢，你会发现真的是土豪居住的地方。在古代的话，你看看，全部是这样的。一块一块的这种方块的石头，那么来镶嵌着的啊，包括现在呢也是没有进行这个硬化地坪，因为人家在古代的时候呢就全部把这些做好了，像这些房子呢现在都是没有人居住的。那我们再往这边去看一看，哇，这个寨子的建造还是有很多的讲究。你看这一栋房子，它实际上呢就是建在了这个悬崖的边上。这个寨子真的是好漂亮啊！这一栋阁楼也是建在这个悬崖的一个边上。
吃饭没到？老娘你们吃饭没得呀？哎呦，好热哟！哎呀，休息哈。啊？生意的？这是要咬我是不是？你们这个寨子现在还有好多人住哎？几十家。都上街去了。这个房子啊，哇，都好多年了。这个都是家的。家的？就皮缝包的家的。哦，那边那个刘家大院才是老寨哈。刘家大院好多年了。哦。俺小区不起好2年。那个阁楼也没起好久。哦。这个地方像是修的眺望塔，但是现在他们这个门是锁住的，进不去啊。如果说站在这个塔的这个顶端的话，会看到整个寨子的一个面貌。即使我站在这个底下呢，你看，我们也能一览这个寨子的风采。因为这个寨子上几十户人家呢，现在实际上呢房子不多，有些拆掉了。那一栋阁楼呢，这个奶奶说呀，是后来才建的。那老房子呢，实际上呢就是刘家大院还有王家大院2个大院，我们都看了是吧？王家大院呢，就是最开始进来见到那个奶奶家住的那里呢，就是王家大院，上边这个呢就是刘家大院。而这个寨子呢，最开始100多年前来的呢，就是刘王2姓，而正好他们2家人呢都是大地主。他们选这个地方呢，一定也是深有考究啊，三面都是悬崖绝壁，背部呢又靠高山，而这个即使是背部高山的位置呢，它也有一个高墙筑起来呢，预防这个后面的人进行攻击。所以说，整个这个地方呢，我可以把它比喻成什么？一个小城堡，可以用固若金汤来形容。因为在以前冷兵器时代啊，像这样的地方你肯定是攻不进来的。你哪怕外面有很多人，你也很难攻进来，因为毕竟在这种小地方啊，它还是能守得住的。这也就是他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当地主上百年呢，也有一定的这个因素啊。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古寨探秘之旅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贵州大山一悬崖绝壁上发现神秘文字，千百年来竟然无人能够破解，到底有什么样的奥秘呢？今天阿泰带你们去看一看。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这片神秘崖壁的下方，就在这个上面哈。那么这个地方的地址呢是贵州安顺的关岭县，这儿呢被称为这个洪崖天书。到底有什么样的奥秘？我们一起上去破解一下，看看我们能不能破解这千年之谜哈。来到这个崖壁下方呢，这儿有一个停车场，还是比较广的，但是没有划停车位啊，只要一个一个的停着就行了。那么在中间呢，有一棵树，榕树，还是比较漂亮的。看一下这棵榕树，非常有特点。它整个树根呢，将中间一块巨石啊包裹在这里，很是漂亮，就像一个龙爪手一样的啊，把这颗石头给它拿捏住啊，这个也是挺漂亮的。走吧，上去看一看这个天书。这边呢有一个路牌哈，看天书，估计呢就是从这个小道爬上去。这目前来搞破解的人是不是有点少啊？啊，这个小道呢，看去走的人并不是很多啊。为了带你们来破解一下这个千古奇谜，对吧？大中午的，太阳39度，在这个山上走着，也挺热的。顶着烈日来破解这个天书之谜，没准你破解了之后，就成为中国首富了也说不定。你们说呢？这个地方呢，应该就是洪崖天书的一个位置。你看我们不远处的这个灞陵河大桥，
那这个大桥的垂直高度啊有370米，相当于有152.5楼高的这个距离，非常非常的壮观。那么在我们大桥的前方一点呢，就有一个140多米的非常壮观的一个瀑布——滴水滩瀑布，超级漂亮的啊！特别是在风水季节，所以说这个地方呢，真的是值得一来看哈。你看有3个比较好玩的地方是可以看，我们可以看大桥，可以看天书，可以看这个滴水滩的一个大瀑布。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这3个地方都不要钱哦，所以说非常值得一看的。想来破解洪崖天书，其实还挺不容易的。从停车的地方走上来呢，我觉得要走10多分钟啊，而且是走这样的毛狗路啊，应该是马上到了。就是这里这一座石壁，看看啊，非常的奇特。你们看得出来吗？这个总的是3面哈，我把这个3面呢都跟大家拍清楚啊。有高人的，你们可以好好的破解一下。这个是第1面岩壁上的这个文字，大家可以看一看啊，你们可以截图啊，破解一下，看看有没有人能破解。我们再来给大家看第2面、第3面的岩壁上的文字。这里有一片的文字啊，大家可以截图啊，然后好好破解一下。好像他们是悬赏100万还是多少，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有悬赏的。还有这里有一片文字哈，大家可以好好的看清楚。朋友们呢，肯定有一些疑问，这个文字为何如此的清晰呢？实际上这个地方是复刻的哈。那么那边有一个很高的崖壁，那么这个古文字呢，实际上在那个崖壁上，可能是多年以来已经是这个看得不太清楚了。为了把这些文字保留下来，所以呢复刻到这一面的这个崖壁上的。这个洪崖天书呢，实际上有3种说法哈。第一种说法呢是说是诸葛亮所留，也就是诸葛亮在平定南蛮时期呢留下来的。也有人说是后人为了纪念诸葛亮的这个丰功伟绩啊写的这个赞美的诗，反正咱也不认识哈。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一种说法呢，就是这个洪崖天书呢，它是一张宝藏图啊。时至今日呀，就在关岭地区呢，仍然有流传一首打油诗，就是洪崖对白杨，金银18台，谁要识得破呀？雷打崖去抬秤来。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把这个天书破解了，可能金银珠宝的话，你都要人来抬才抬得动哈。就是表示金银珠宝很多，可能藏在某个地方。这个故事啊，说的是殷商时期啊，贵州的鄱阳科部落首领急火，不远千里呢去朝歌进献，向这个商纣王呢进献了当地的一些特产。这个纣王呢是个奉行及时行乐的皇帝啊，他欣然的接受了这些礼物，并且呢回赠了价值不菲的这个金银珠宝。然后呢急火呢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将这个商纣王啊赐的珠宝呢带回来。但是他不知道西南地区呢交通啊很不方便，急火去往朝歌再返回来呢足足用了1年多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啊，他的家乡早已是物是人非。由于这个外族的侵占呀，急火的山寨呢早已被付之一炬，他的族人呢也是四处流亡。特别愤怒的急火呢，就将这个财宝呢埋到了一座山洞里，并在这个洪崖上啊留下了自己才能看得懂的藏宝图。随后呢，他就召集起族人啊，向这个侵略者发起战争。但是在这场战争中呢，急火和他的族人呢就全军覆灭了。所以说呀，后人呢就没有办法去破解这一部天书啊，这是第二一种说法。那么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不管是哪一种说法呀，到现在为止呢，都依然没有被破解，这是千百年来留下的难题哈。也有非常多的学者来这里探访，来这里研究，终究呢没有一个破解之法，至今呢都是谜团。以前呢我都没有来过这里了，
今天一来看呢，我才想起来我500年前啊练过九阳神功。当时呢，因为这个记性不好啊，所以有一部分的资料呢，我就把它写在了这个岩壁之上。没有想到是流传了多年呢，竟然还有人来破解这个办法。你破解了也没用啊，因为它只是一部分的这个九阳神功的秘籍哈。跟你们瞎说的好朋友们，刚才呢也把这个视频呢跟大家详细的拍了这上面的文字哈。有没有高人呢？大家可以研究破解一下。首先我们不说能破解成什么秘籍哈，主要是能不能研究一下这样的文字字体到底是哪个年代的呢？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要下山了，咱们下期再见，拜拜。